常听人说，在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，人工贵得吓人，可在中国，人工便宜的心酸。这到底反映了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几个真实的视频，直面这种落差。先看看美国、德国和日本，你会发现在这些地方，不管是修个小家电、搬个家具，还是请个水电工，价格高得让人啧舌，几百上千，轻轻松松就出去了。当地人自己也忍不住吐槽，这是抢钱吧？但事实就是，人工就是这么贵。朋友，砍树吗？一棵1万的那种。美国的人工真的是太贵了。这几天刮大风，把这几棵树都吹歪了，我们就决定把这几棵参天大树修理一下。大家看，只是修理一下，不是锯树，只是把这几棵枯叶子锯下来而已。薅这几片小叶子来了4个人，折腾了3个小时。这个工程下来一共2000刀。咱们再换算一下，这不就是15000吗？而且凡是跟人工沾边的，小费是一定要给的，每人40的小费是必不可少。都说老美的动手能力强，什么东西坏了都在家里自己修。要我说呀，不是他们想干，是因为从外面请个人专门回来干这活，真的是太贵了。德国的人工到底有多贵？我们家楼上洗手池嘛，这不是漏水吗？我老公忙活了半天也没找出来什么原因，没办法，我们只能找个水管工过来看一下。德国目前这个人工真的是特别紧缺，我们约了1个星期了，今天人家才有空过来。什么叫术业有专攻啊？人家从出发到结束1个小时不到搞定了，中途呢还出去买了个配件，问题不大，就换一个小的那个像塑胶圈一样的东西，1个小时不到的活啊，你们猜猜他收了我多少钱？116欧啊，相当于人民币800到900块钱啊。必须说明一下啊，这个中间包含了那个配件钱，大概是6点几欧。德国的蓝领维修工呢，是从出门就开始计费了，开车过来呢，一般收你个30到50欧，很正常。然后呢，就是工作时间按小时算，有一点技术含量的工种呢，都是要50欧起步的。所以啊，考虑出国工作、留学的朋友们，一定要在国内学点生活技能。不然的话呢，分分钟让你体验一把什么叫破产。人工费比材料费你都不知道要贵出来多少。看完这个人工费啊，你还敢抱怨国内的人工贵吗？日本的人工成本有多贵？前面的那个小楼是去年12月份我刚买的，之前的房东就住在边上的房子里面。去年签约的时候，房东老大爷突然有病住院了，中介的人跟我说有一户的钥匙被房东弄丢了，要等他出院找到以后才能给我送过来。当时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事儿，但这都过去1个多月了，到现在不动产也联系不上之前的房东。这是那位老大爷的家，这几天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，每次来都没有人。现在他住在哪个医院也是不知道，完全是处于失联的状态。这位老大爷好像也没有什么亲人，看门口垃圾堆成的这个样子，应该也是好久没收拾了。因为有朋友想要租这个房子，没有办法，只好联系了一家开锁公司。在日本开锁还挺麻烦的，除了需要本人的身份信息以外，就连房本他们也要确认看一下。本来觉得开个锁应该是挺简单的，结果这位日本人来了以后说，这个房子因为是一家比较大的开发商建的，所以他们用的锁也比较特别，用正常的方法是打不开的，只能把锁撬开。还没等我问需要花多少钱呢，直接就拿了个电钻开始干活了。大概也就不到5分钟的时间，就把锁给撬开了。结束了以后说需要16500日币，折合人民币应该是1000块钱。这只是撬锁的价格，还不包括换锁。后来问了一下，说如果光换一个锁芯需要花多少钱？这哥们儿给我写了一张纸，说正常的原价是18000日币，可以给我稍微优惠一点，优惠完的价格也是人民币1000块钱。今天撬锁加换锁芯一共花了人民币2000块钱，这哥们儿也就用了20分钟就全都搞定了。唉，这国外的人工成本是真高啊，怪不得很多日本人平时喜欢自己在家里修东西呢。让我们再把镜头拉回中国大陆国内。凌晨时分，许多城市的街头总有一群农民工在等活，他们开价往往低的不可思议几十块钱，就愿意干最累最脏的活，搬砖、挑沙子、装卸货，什么都干。他们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只怕没有活干。那一张张等候的面孔，说到底就是在用最廉价的身体赌明天能不能有口饭吃。你敢想象吗？在这里50岁的年纪却被人抢着要，这里有我不敢看的现实，却是他们的日常。凌晨4点，这个自己的劳务市场已迎来了第一批找工作的人，他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被撑得鼓鼓的包，这都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家伙。早点摊也陆续开了张，2元10个汤圆，5元1大碗米线，就能填饱他们的肚子。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，而50岁60岁的年纪，他们能做什么？能活有，能活随便赌，哪样都干。这个大家
就是随便做哪样都行。凌晨5点，广场上开始变得拥挤，他们很多都互相认识，高兴地打着招呼，一边聊着天儿，一边等待老板们的到来。他们大多没什么文化，即使年纪大了，但也想多挣些钱，靠自己的双手补贴家用。木工、泥工、小工，只要有活，他们什么都干。时不时会开来一辆车，他们便蜂拥而上，因为不积极就意味着没饭吃。为了争取到哪怕一次的机会，这位爷爷不断求着老板选自己，即使他的年纪超出了标准，但为了这份工作，他放下了面子和尊严。而他又是谁的父亲呢？凌晨6点，找到了工作的人高兴地坐着车离开，而那些剩下的人仍在原地焦急等待。从他们身边走过，或多或少都会被问同一句话：招人吗？我一遍遍说着不是，又一遍遍看着他们略显失望的眼神。离开的时候，这里依然人山人海，而我只能默默祈祷，希望他们都能找到工作，都能吃上今天的那口热饭。这个城市不该只有繁华盛景，我们应该看到这世间冷暖。凌晨4点的城市角落里，有一个我不敢去第二次的地方，在那里找工作还有一个称呼，找活路。4点18分，百姓药房的门前聚集了一群奇怪的人，戴着不安全的安全帽，穿着结实耐用的解放鞋。我冒着胆子上前询问：这一般是做什么的？打工啊，原来他们是等活的杂工，只要120块，他们什么活儿都愿意接。阿姨把工作称为活路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和孩子读书，4点就起床来这边等活儿，没什么学历，却已经上了年纪，能售卖的就是一身体力。5点18分，人慢慢多了起来，可早点摊却没什么生意，啃2块的馒头和方糕是我见到最优的选择，但更多的是舍不得吃。入冬的清晨，飘着毛毛雨，他们一会儿熟识的人交流，一会儿又抬头四处观望，直到一辆面包车驶来，还未停稳，就已被涌动的人群包围。他们每一个都拼命地往上挤，即使面对老板的呵斥，他们还是装作不在意。老板最后也只能无奈地笑笑，一直说够了够了。车门犹豫好几次才把自己关上。没抢到的人只能继续在原地徘徊，等待着下一轮的挑选。5点22分，终于来了很多小面包车，已经在寒风中等待1个多小时的他们，像货物一样被整齐码好，分装进小面包车。一个阿姨守着车门，恳求获得老板的青睐，可规定好的车位恳求也无用。她又是谁的妈妈呢？车门彻底关闭驶离这里，此刻我也绷不住了眼泪。5点37分，我走上天桥准备离开，桥下密密麻麻的都是小黄帽，城市的繁华和他们无关，他们只是紧紧围着小面包车，期待着能够挤上哪一辆载着他们驶向活路。60多了，你60多了，上面还有母亲啊，母亲还在的，80多。对啊，上楼下小，有什么退休金了？我是农民工。已经60多岁的老爷子，既是孩子，也是父亲。如果燃尽这一生是为了家人，那我们都在寻找生活的路。这世界存在巨大的参差，我都找不到，外国都没在这活干了。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，还有这样的找工作方式。凌晨5点，一群人朝着同一个方向匆匆赶路，他们来到同一个地方，只为了求活，为了活，甘愿在寒风中蹲守4个小时。生意人赚不到他们的钱，这群人只买活计相关的工具，即使起那么早，很多人也不舍得吃早餐，手里的钱被掰成了1块又1块再用。6点半，面包车终于启动，带走的不足20人，大家只能眼巴巴地望着，不知所措地干等着。只要有想招工的，就会做蜂窝状围上去。150一天的工资还要被压价。最让我感到心寒的是拖欠工资。今年的工资都没要到，好，说真的。他答应的4000块钱，他拿了3000的，6000块钱他都不拿。差个9千多，差个万多块钱，现在打不通了，遇到我都把。我以为这位大哥是开玩笑的，但当我看到他愤怒的表情，我知道他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。钱我把你拒绝干了，是不是？2016年初，高子证都没得，你们能帮助我们，真的呢，我们也很感谢你们。确实，真的呢，我们做农民工的钱太辛苦了。就是有这么一群不给工钱的无良者，让他们不敢做长期工作。长工不好赚钱。我在这里待7年了，一天5一天的。
早上7点半，人们再也坐不住，开始抢夺资源。只要车门开一个小口，就要拼命往上挤。招工者不断呵斥他们下车，尊严早已抛之脑后。这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世界，也是很多人经历着的生活。苦难是不值得宣扬，但是他们的困境需要被看到。我们关注到的不该只是就业困境的大学生，还需要看到连活着都困难的农民工。不求理解苦难，至少不要将尖刀刺向两手空空、一生不移之人。表面上看，人工贵让人心疼钱包，人工便宜似乎让雇主占了便宜。但往深里想，人工贵其实是一种社会保护，它让底层劳动者不至于被压榨到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没有。而人工便宜的背后，则是一种制度的缺失，让无数人只能用血汗去填补生存的空白。所以，当我们在抱怨发达国家请不起人的时候，不妨换个角度想，至少那里的劳动者不用像我们街头的农民工一样，用命去换那点可怜的工钱。真正值得反思的是，为什么这么多普通人在这片土地上还是活得这么辛苦？